莫老太太，喝点水吧。对不起，这么晚了，我擅自做主，让老马把您接过来了。没事儿，要是我能早点过来就好了。童小姐一回来，我就察觉事情不对，可没想到会发展成这样。我去看看我儿子。走了，我让小马跟着他，放心吧。既然决定放他走，又何苦折磨自己，何苦撕破脸，让他走之前还要恨你呢？我宁他恨我。有人撕破脸是为了恨，有人撕破脸是为了爱。开慢点儿，开慢点儿，小心撞车。月月，同学在那儿。同学，月莹。同学，你怎么满身是血啊？哪受伤了？没有，我没事，不是我。你真该死！你竟然敢一个人去找他！你竟然不让我陪你一起去！我发誓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真该死！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月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原本不想打扰你们哭的。但这实在太冷了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。高兴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怕那个坏蛋莫少谦还缠着你，追着你，我就让他跟我一起来保护你。必要的时候呀，揍他，揍死他。同学，你怎么没有穿着鞋就跑出来了？同学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，让我给你带一双鞋子呀？你真是的。好了好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我们赶紧回去吧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同学都已经累了。好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，别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好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我亲眼看见童小姐的2个朋友把她给接走了。
快上去通知莫先生，好让他也放心。是。哎，您怎么了？啊，不舒服啊？没事儿，一点小感冒。我扶您到客房休息吧。不行，我体质特殊，不能乱吃药，只能吃古医生为我开的药。我得先回去了。那让老马帮您去拿好了。他也折腾一夜了，别让他再跑来跑去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明天我就来看少谦。还是让老马去吧。你们帮我好好照顾少谦就行了，上去看看他，我没事儿。去呀。那明天您会过来吗？当然，还不快去？我自己叫车。那我去看看莫先生。丁管家，怎么样？跟他说了吗？说了。他点了点头，什么都没说。你进去看看他吧。好。莫先生，您回房间休息吧，我把这里收拾一下。不要管我，早点休息吧。莫先生，走吧，把灯关了。是。您这样做是有原因的，是吧？50万足够买一个人的灵魂。爸，请您告诉我，您这样做是有原因的。我想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。人都有追求真相的欲望，可是真相却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的。我爸的事，您是早就知道了。可是我并没有追究什么。我对做生意完全不感兴趣，而且在商场上，出卖或被出卖，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儿。在医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也已经知道我是谁。没错。不过这一切并不是少谦安排的，一切跟他无关。他当时甚至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。10几年前，我和他父亲离婚之后，我就去了德国。我们母子两个很少见面，不过有互通电邮。少谦心里那些不能也不会对外人说的心底话，都会在电邮里跟我说。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我已经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打算重新开始啊？
怎么开始？你失去了3年时间，你打算怎么追回来？或者，我可以帮你。不必了，谢谢你来看我的父母。我想一个人清静一下。童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有些不舒服。真的？被欺骗了太多，不敢随便相信人了吧？对不起，我以为您是装的。童小姐，时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掌握时间，时间就不属于我们的了。我们可不可以争取时间，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？过程中有哪句话不中听的，你可以随时离开。请慢用。首先，我要替少谦向你道歉。他太太也来找过我，她说她要替她的丈夫向我道歉，她说她自己也要向我道歉。我不喜欢慕容飞，这个女人心机太重，而且手段圆滑。当初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少谦是不可能和她结婚的。少谦的婚姻几乎是一场殉难。他在结婚前的一晚跟我说：“妈，我这一生都会幸福的。”这个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对，他对他父亲感情很深，就像你对你父亲一样。为了保住他父亲的基业，他固执的像个孩子，不惜一切。对不起，我真的……我知道，你现在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少谦的事。我今天来，也不是想求得你的原谅，我是真心的想要帮你。谢谢你，可是，我想凭我自己的努力。怎么努力？你是一个很有天分的设计师，可是怎么样才能熬出头呢？相信除了努力，还得靠一些运气吧。你打算怎么帮我？像您儿子一样，花大笔大笔的钱买下一家设计公司，让我当老板？真的很谢谢你。我只希望，在我剩下的日子里，他可以放过我，原谅我的父亲，从此不要再想起我。如果你没有这份天分和灵气，我还不愿意出手。你的能力我已经打听过了，应该说，这里每一间设计公司的每一位设计师我都打听过了。我还没告诉你，我除了是少谦的母亲，我也是一位建筑师。建筑师？你可以上网搜索我的资料。我是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建筑设计院的蒋教授。蒋教授？我们那里的副院长是个中国人，年轻，有魄力，也是接任院长呼声最高的人选。可是他却宁可报效祖国。他打算明年来到中国。当他知道我要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托我先在这儿帮他弄个房子。房子我已经找到了，设计师还没找到，佣金很高。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接接看。先别急着拒绝，最主要的是，如果你做得好，让他满意的话，他可以帮你写封推荐信到学校保送读书。那可是德国乃至于世界上都是一流的建筑专业学府，你可以学到行业内最先进和最高端的知识。可也别高兴得太早，这个人是出了名的挑剔，不好对付，搞不好你最后的下场就是半途而废，黯然退出。反正一切都凭你自己的能力，要不要接受这个考验？当然，你可以考虑后再答复我。
蒋教授，我想问你，您为什么这么帮我？对一个母亲来说，最难过的事情是孩子得不到幸福。你的父母也是一样的吧？我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。当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从今天起，好好的活下去，把你父母那份都活出来。